丐帮石火龙早已死在元贞手下，如何又出来一位史帮主呢？她是史红石妹妹，丐帮来了，好像是帮主的女儿。张教主，金毛狮王失陷，毕帮有很大的干系，我们今日宁可性命不要，也要赎我们的罪愆。再者，也是为我们史帮主报仇雪恨。丐帮上下齐听张教主号令。齐听张教主号令，不敢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；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丐帮与贵寺向来是无冤无仇，毕帮一直尊重贵寺，是武林中的第一大门派。纵有些微嫌隙，我们也尽量克制忍让，从来不敢得罪。但史前帮主归隐已久，静居养病，数十年来从来不与江湖人士来往，不知何故，竟遭贵寺高僧的毒手。阿弥陀佛，我们今日到此，就是要当着天下武林英雄之面，请空文方丈指点迷津，我们史前帮主到底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你们派，以致你们派高僧毒害了我们史前帮主？阿弥陀佛，史帮主不幸仙逝，老衲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。这位长老口口声声说是毕派弟子所为，只怕其中必有所误啊！这位长老还是把当时情况说明。阿弥陀佛。贵寺千百年来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我们岂敢诬陷？就请贵寺一位高僧，一位俗家弟子出来对质。既然长老吩咐，自当遵命。不知这位长老要请哪两位出来呀？是。长老，长老，你快醒醒啊！这和我们没有关系啊！大家都看到了，真的没有关系啊！各位英雄明鉴，这位丐帮长老中了绝毒暗器，不幸身亡。我派可从来不是这等阴毒的暗器呀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空氏大师还说我们冤枉了你们派，可眼下之事，你有何话说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有何话说？阿弥陀佛，本寺自达摩老祖西来建立基业，千百年来历世僧侣勤修佛法，精持戒律。虽因学武防身，与江湖英雄来往，可从来没有做伤天害理之事啊！这枚毒针是谁所发？大丈夫敢做敢当，给我站出来！站出来！这枚毒针是谁所发？大丈夫敢做敢当，给我站出来！站出来！杀死史帮主的凶手是谁？数万丐帮弟子无一不知。你们还想杀人灭口吗？嘿嘿！除非将天下丐帮弟子个个杀了，这个杀人的恶贼便是元贞。怎么样？原来是你！你也和元贞勾结在一起？不是我呀，不是我！别打呀！误会了，不是我！阿弥陀佛，别打呀！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好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峨眉派到！阿弥陀佛，峨眉派来了！峨眉派来了！峨眉来了！朱姑娘来了！这就是峨眉派的事呀！真了得呀！是啊。
阿弥陀佛。周掌门，张无忌给你请罪来了。张教主，你又何须多礼？别来安好啊。那日我就一副心切，志无大礼，在下心里好生过意不去。听说谢老爷子失陷在寺中，张教主武功盖世，想必已经救出来了。高僧武功盖世，我明教已输了一仗，而且我外公也因此仙逝。因老爷子一世英雄，真是可惜呀！唉，可惜呀！哦，对了，芷若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张教主，请你自重。时至今日，岂可再用旧事称谓？青叔，你过来，将咱们的事儿跟张教主说说。张教主你好。宋师哥，宋青书，一向可好？这是宋青书吗？你怎么？说起来还得多谢张教主才是。那日你正要与内子成婚，偏偏临时反悔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这段美好姻缘，倒要多谢张教主做成了。我去看看去。你别掺和了！哎呀，不行，这小子给咱们教主难看，我不能不管。放开我！哎呀，教主，哎，教主，咱们不理他们，走，回咱们那儿去啊！走，走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周姑娘，我们教主可是大仁大义的英雄。那日只不过有点小小的误会，你怎么就嫁给这么一个东西？你，哼！我们成亲之时，并没有大撒帖子惊动旁人。张教主，这杯喜酒，日后还该补请阁下。你，哎，走，快走！教主，这种人别去理他，不理他了，走！哎呀，走吧。周大哥，这杯喜酒倒是也少不了你的。我呸！我便是喝三缸马尿，也胜过喝你那倒霉的那个死人酒。哎，教主，走，不理他啊，不跟这种人说话，走啊！哎，走吧，教主，走啊！别理这种人了，走啊！姓宋的，我告诉你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哎呦，行了，别说了。行了啊，回来就好了。哎，你呀，就别再。大家听我说，今日丐帮的恩怨，算是扯平了。怎么可能？元贞和陈友谅不在寺，我们信过你的话，除非让我们搜上一搜。贵帮派张国龙头不幸丧命，李派空如师叔已然抵命，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
我说元稹师兄和陈友谅真的都不在本寺。哈哈，阁下要想搜查本寺，你们区区一个丐帮还没有这个本事。什么？你瞧不起我们丐帮啊？好，我先领教领教。这，丐帮和李怪的恩怨先放在一旁，慢慢算账不迟。先料理谢逊这个奸贼。你随你可别不敢讲。那金毛狮王谢大侠，乃明教法王之一。什么奸贼不奸贼的？你怕明教？对，说的有道理。我可不怕。是谢逊这等狼心狗肺的东西，难道让我叫他英雄豪杰吗？是啊，诸位听我说几句。在下明教光明左使，有一言要向天下英雄分说：必教谢师王7年杀伤无辜，确有不是之处。哼，人都杀了，你轻描淡写几句话，能让死人复生吗？咱们在江湖上行走，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。活到今日，哪一个手上不带着几条人命啊？武功强的多杀几人，学艺不精的命丧人手。要是每杀一个人都要抵命，那么广场上数千位英雄好汉，恐怕也只剩下寥寥无几了。夏老英雄，你一生之中从未杀过人吗？杀过吗？杀过，我杀坏人不杀好人。嘿，这个谢逊和明教的魔头一模一样，竟干杀人放火的事，我恨不得宰了他，吃他的肉，扒他的皮。嘿，姓杨的，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呀。什么？你说俺不是好东西？你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哦，明教的头子，照样不是好东西。你说什么？呸呸呸！吸血鬼！没这个资格。好功夫！当真有好大的热闹瞧啊！有的要杀谢逊，有的要救谢逊。可是说来说去，这谢逊到底是否真在寺，却是老大的一个疑团。我说控制大师的，你不如将金毛狮王请将出来，先让大家见上一见，然后要杀要救的双方各凭真实本领，结结实实的打上一场，岂不有趣啊？这都不能答应，是不是？把金毛狮王出来！教主，谢师王冤家过多，明教纵与丐帮联手，也不足与天下英雄相抗。以我之见，不如从屠龙刀上着眼，搅成个拳相相争的局面。好，各位英雄，各位英雄，各位英雄，今日是冲谢师王而来的。那么第二呢？也只怕
是想见识见识这屠龙宝刀。倘若依司徒先生所说，大伙儿一场混战，那么最后这把宝刀归谁呢？那屠龙刀到底在何人手中？还请杨左使示下啊！此下不明，正要请教空智禅师。好，空智禅师，今日你是英雄会的主人，你让大家伙在这干耗着，算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说呀，说呀！哎呀！诸位，少林派前为主人，不巧方丈患有重病，这盛会要无人主持，倒让各位见笑了。谢逊和屠龙刀乃是二世，其实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尽可合并办理。以老衲之见，与会群雄英才济济，只需个人露上一手，最后乃一位一压群雄。谢逊与他处置，屠龙刀也由他执掌，群雄归心，岂不是好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黄大师，这位僧人是谁？属下不知。这僧人并未参与围攻光明顶之役，也没曾被郡主娘娘擒入万安寺中。可是他一再抢在空智大师的前头说话，似乎在寺中辈分不低呀。我看这人十有八九是元真一党。我想，空文方丈已经落在元真手中，空智大师定是受他们的挟制，以致萎靡弃举。郡主的猜测颇有道理，只是少林寺中高手如云，元真竟敢公然犯上作乱，胆子可真不小啊！元真布置已久，第一次想瓦解本教，第二次想控制丐帮，我想这一次他是想做分人派的掌门方丈。但是做掌门方丈也还不够吧？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你倒是去说说呀！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分人派乃武林第一门派，做到掌门方丈还不够。武林至尊呢？所以他更高于他们派的掌门方丈吗？难道说他想做武林至尊？张大教主，周妹妹嫁了旁人，你就神魂不定，什么事也不会想了？你是想不出来的。妹妹，你说元真有何诡计？元真此人急功心计，智谋百出。哎，郡主娘娘，你也是急功心计，智谋百出，我看不输于那个元真呐。多谢夸奖。哈哈，夸奖不是夸奖，不是夸奖。如果元真只想做方丈，那么他也不必大费周章的请这么多人来。谢大侠既然已经落入到他们手中，何必要叫群雄比武争夺呢？说到武功，只怕当世无人及得上你了。此劫元真不会不知道，他绝不会这般好心让你成为武林之尊，将谢大侠和屠龙刀献上给你。要是如此，你猜他有什么阴谋？教主，我也在想啊，那个家伙诡计肯定不少。我认为啊，元真是本教的大对头。郡主娘娘，你过去也是本教的大对头。元真这厮诡计百出，郡主娘娘你也是诡计百出，你们两个啊，倒是一对儿啊！你这个家伙在胡说些什么呢？周先生所言甚是，倘若我是元真，会有什么样的阴谋呢？首先，我要劝空文方丈大散英雄帖，邀请大家来这里。其实空文大师深解佛法慈悲为怀，他不喜多事。不过我敢肯定，他会顾念空见空信师兄之情，自必允可。再者，若他们杀了谢大侠，必定他们跟明教会为敌，仇深似海。以他们派未必挡得住明教，但是这1000多个英雄豪杰到这里，难道明教会把他们都杀光吗？等到英雄大会一开，我根本就不用出来，我只需要找人来侮辱谢大侠和屠龙刀，你们势必会出来跟这些武林群豪打成一团，不管结果谁胜谁负，明教
必会大伤元气。正是，此节我也想到过，但义父对我恩重如山，与众位兄弟又是数十年的交情，岂能坐视不救？咱们现在上山才几天，我外公已离我而去，我看元真那恶贼一定躲在角落里拍手称快。没错，等到比武大会后，武林高手第一的还是你张大教主。其实这些人分明是说，张教主您是武林第一，谢大侠必将奉还，不过要你亲自到山顶上去迎娶。我们一行人跟你上山之后，就只能由你一个人去破金刚伏魔圈。你们若想帮忙，那些家伙又说了，挤压群雄的是名叫张教主，倘若名叫有人想帮忙，那天下的武林豪杰便会不平，势必又要打起来。而张教主一路打下来，就算没有丝毫的外伤，我想你的内力也损耗一半，根本就不是这3位老僧的对手。结果是什么？谢大侠救不出来，而你死在他们的手上。冷月凄风伴随着一代大侠张无忌的尸骨。之后元真使计在毒死空文，嫁祸给空智，把这一切捏造的确实。那其余的僧众不由得不相信，如此他便顺理成章当起了他们的方丈。他老人家在一声令下灭你们明教，以多欺少，他又变成了武林至尊。屠龙刀不出现便罢，一出，江湖人全都知道这把刀应该是属于他元真的。如果不把这把刀交给他老人家，我想日后行走江湖很多的不便呢。正是正是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奸谋啊！啊，妙之妙极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奸谋啊！是什么奸谋啊？能不能说给在下听听？这话可不能说白了。老子一心想挑拨离间，要天下英雄自相残杀，拼个你死我活。这话要说出来，岂不是不灵了吗？妙极妙极呀！却不知如何挑拨离间，愿闻其详。我心里有套阴谋诡计。我就假意说屠龙刀是在老子这里，哪一个武功最强啊？老子就把屠龙刀给他。好计策，好阴谋啊！你看这屠龙宝刀是武林的至尊，谁不想得到它呀？我说，你看这，大伙儿都拼尽全力的争夺，于是疯子给酒鬼杀了，酒鬼给道士杀了，道士呢给尼姑杀了，杀了个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呜呼哀哉，不亦乐乎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这位周先生言之有理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各家各派对这把屠龙刀嘛，不免都有点眼红啊。可是为了一把刀子，闹得个身败名裂，甚至是全派覆灭，可有点犯不着啊。我想大伙儿得想个计策，一无会有，点到为止，虽分胜败，却不伤和气。诸位以为如何啊？我瞧你是个好大的个儿，却是个怕死鬼啊！既不带彩，也不损命，这几场比武有什么看头啊？要伤你这酒鬼，也不用带彩呀。我司徒酒鬼只不过说几句玩笑话，常四先生何必这么大的火气啊？就是嘛，没必要嘛。谁不知道你们空洞派的七伤拳杀人不见血啊？是啊，那空剑神僧不也死在七伤拳之下吗？我司徒酒鬼这几根老骨头，如何能和空剑神僧相比啊？是吗？依在下之见，每一门派、每一帮会教门各推2位高手出来，分别较量武艺，最后哪一派武功最高，屠龙刀和谢大侠便都凭他处置。再由众位推举出几位公证人，你们拜师主人。你说说呀。空智大师自然是一位了。行，我赞成。
我司徒群众推举山东大侠下州夏老英雄，再推举一位。推举什么公证人？压根儿便用不着。请教这位师太，何以不用公证人呢？二人相斗，活的是赢，死的是输。阎王爷是公证人。嘿，今天英雄大会，咱们是以武会友，又无深仇大怨，何必动手便判生死啊？出家人慈悲为本，难道这位师太之言也不怕佛祖嗔怪吗？你跟旁人说话胡言乱语，在峨眉弟子跟前可得给我规矩些。好厉害的峨眉派呀！常言道，好男不跟女斗，好酒鬼不与尼姑斗。啊！司徒兄弟，兄弟，你死得太惨了，兄弟啊！哎呦，你嘴上虽然损了点儿，可也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，兄弟啊！哎呦，兄弟啊，你们峨眉派也太狠了点吧！你这掌门人竟然坐视不管！以后你们峨眉派怎么在江湖上混呐？怎么在江湖上混呐？还有他是我手下的哎，兄弟，就是。别得罪他们了。诸位，今日群雄相聚，都是为了屠龙宝刀而来。既然动到了兵刃拳脚，就保不定死伤。适才我看各位对本派都有不满之意，在下都要请教。今日咱们比武较量，是否先要查明个人的品行德性？大圣大贤就千万伤害不得，穷凶极恶之辈就不妨任意屠杀吗？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无名小辈，我老于二侠下问。阁下不停地说要比武较量，想必是在武学上有过人的造诣吧？我师父年幼时曾受贵派郭女侠的大恩，尚有严训。我武当派弟子不能同峨眉派动武，所以在下想问一下，阁下是否真的是峨眉派弟子？姓氏名谁？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有何可以隐瞒之处啊？于二侠，此人是本座夫君，原本系出武当，此刻却已转入峨眉派门下。于二侠有何话要说，只管冲着本座讲便是。你这个叛徒，啊！宋行书，是他，宋行书。你这个畜生，你为什么要害死你亲叔？走，跟我回武当去，让你太师族处置。跟我走！我不跟你走，我已经不是你们武当派的了，你管不着。你，芷若，种种都是我对不起你。不过宋师哥害死莫七叔，此事需做个了断。我看还是让他随二位师伯回到武当，向宋大伯认个错。哼，张教主，我先前还当你是个好汉子，只不过行事糊涂而已，没想到你是个卑鄙小人。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害死了莫七侠，却何以将罪名推在外人头上？你说是我害死莫七侠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害死武当莫七侠之事，全是朝廷汝阳王郡主从中设计安排，你何不叫他出来跟天下英雄对峙呢？张无忌，想不到你身为明教教主，竟是如此的卑鄙无耻！住口！峨眉派
用气节逞能，雕虫小技，且让你见识见识我明教的五行阵法。对啊，是。诸位，今天是英雄大会，各门各派志在观摩切磋武学上的修为。今天艺高者胜，所以个屁呀！峨眉派就可以用火弹杀人，那么水毒、火毒这样下三滥的玩意儿是不是都可以用啊？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啊？对。各位，我说诸位，今天除了教主之外，另有哪一位出阵呢？这样，本教哪位兄弟出阵，其实都一样。杨左使先前随我攻打金刚伏魔圈，韦福王和布袋大师建功在前，都已出过力了。这次我想请范右使。多谢教主看重，我当尽力而为。苦大师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会不会答应？郡主所命，尽管说。你和他们派的空智大师梁子未济，如果你跟他打起来，不管谁胜谁负，体力都会大有消耗。你不妨去和他定个约会，改日你们找个黄道吉日，在万安寺去单打独斗，一决胜负，你觉得如何？妙计呀！空智大师与范右使一定约后，今日便不能动手。郡主此计实是给明教去了一个强敌呀！遵命。空智大师，范施主何事？今日群雄聚会，大伙儿皆为谢师王和屠龙宝刀而来。咱二人在万安寺结下怨仇，可否在今年中秋月圆之日，万安寺再做了断？阿弥陀佛。好，范施主，那我们就在今年8月中秋，咱们在万安寺相会，不见不散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阿弥陀佛。苏行书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姓宋的，你是奸贼，奉了陈永亮之命，混入我丐帮来，害死史帮主之事，你这奸贼定然也有一份。今日你还有脸上这儿来吗？江湖上混进敌窝刺探机密乃是常事，只怪你们这群老叫花子瞎了眼睛，未能看出我宋大爷的本来面目。哎，嘿，你连你老子的武当派也能背叛，什么事做不出来啊？你对父不孝，将来对妻也必然不义。看来这峨眉派也非得在你手上大大栽个跟头不可。你放屁放完了没有？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我。住手！宗师叔，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你背叛武当，为什么还要用武当的功夫？为什么还要用你爹所传的武艺？哼，武当派的功夫有什么好的？
长老，长老，残忍呐！丐帮的武功也不过如此，还有哪一位前来赐教？我来。二师叔，你这个逆子，竟然背叛武当，还害死你亲叔！今天我要替武当清理门户。
教主，没事吧？你看他是啊，芷若，芷若，教主，教主，教主！无忌，教主，教主，无忌，无忌，教主，教主，没事，无忌，教主，没事。教主，我来。万有使，听我命令，你不能出手。太好了，教主痊愈了！无忌内功修为真是深厚无比啊！常人受了这等重伤，纵有高手调治，少说也得静养1-2个月呀。可无忌却能在几个时辰之内遍及痊愈，若非亲眼所见，当真难信呐。是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无忌，你重伤刚愈。六叔，你们放心吧。我没事，去就回。请。张教主，这就是峨眉掌门居士。僧尼有别，小僧不便深夜近前。阿弥陀佛。你若回去说起此事，不免惊动旁人。我不妨点了你的穴道，你可以在此等候我。啊，这小僧不敢，请张教主自便。是谁？哦，名叫张无忌，求见贵派掌门人宋夫人。张教主，请在后，我去禀报。